说到波卡生态系统，最近我开始看好它，因为它是下一个牛市中的高潜力山寨币。原因非常简单，很多项目还没有像它那么出名，但长期来看，波卡潜力蛮大的，而且现在大多数的入场点还蛮合理的。今天我们来看3个波卡项目，你今年绝对要考虑加入到你的投资组合里。Bybit 近期有一个跟单交易以及交易机器人的冠军赛，只要你有交易就可以瓜分95000 USDT， 奖金池分别是交易达人联赛、跟单用户联赛和交易机器人联赛。这3个赛事的奖金池将会是每一个3万 USDT， 而交易机器人新用户福利将会是5000 USDT。只要你是在2月12号到3月10号参与的朋友，都有资格瓜分这个奖金。而且新人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轻松跟单，首单有保障，最高100 USDT 的亏损补偿。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链接注册。不会使用交易机器人的，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去做设置。还有，今天呢，想要和你们分享一个超棒的机会了，那就是 Bybit 的空投活动。那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Bybit， 现在正是时候了，只需要通过下面的链接注册，并完成你的首次存款，就可以轻松获得20 USDT。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么简单。那新用户的福利呢，就是使用我的链接注册，在7天内存入最低$100，就可以获得20 USDT。这个20 USDT 是可以提现的。那老用户呢，也是有这样的福利。如果你之前还没有进行任何的存款，在7天内存入最低$100，同样可以获得20 USDT。这个20 USDT 是可以提现的。那之后呢，再把你们的 USDT 质押起来，享受高达180%的年化收益。那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那我们清单上的第一个项目就是 Moonbeam 了，它是波卡生态系统中最大的项目之一。实际上，我们已经关注这个项目好几年了，那随时欢迎大家去看回我之前的视频。但真的，我认为对于那一些寻找与以太坊兼容平台来构建应用的开发者来说，它是最佳的选择之一。那 Moonbeam 设计兼容以太坊虚拟机 EVM， 这意味着开发者可以轻松的将现有的以太坊 dApps 移植到 Moonbeam。这个项目还通过复制以太坊的 Web3 RPC 账户密钥和工具，给开发者提供熟悉的体验。这意味着开发者在编程语言、工具或者账户方面几乎不需要做出太大的改变。此外， Moonbeam 还为开发者提供2个关键的优势。第一个就是来自于 Polkadot 的中继链的共享安全性。第二就是 Moonbeam 使用 XCM Polkadot 的跨链消息协议，以促进100多个链之间的互操作性。这意味着呢，用户可以在这些链之间桥接像 DOT 和 KSM 这样的代币。这种互操作性的优势在于它解锁了多链 dApps。那 Moonbeam 呢，还提供各种工具帮助开发者构建他们的应用程序。Moonbeam 甚至最近还庆祝了它在主网的第2个年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里程碑包括在2023年底，也就是几周前，Moonbeam 的地址增长到了200万个，其中大约1785万个终端用户账户或者是 EOA， 另外大约25万个智能合约地址或者是 CA。 过去的3个月 Moonbeam 的日均活跃地址为12493个，超过300个团队在 Moonbeam 上启动。自从2022年1月份以来， Moonbeam 记录了4800万个交易，这相当于自那时每个月大约200万笔交易，大约120万笔交易发生在 EVM 上，大约25万个智能合约地址由5087名开发者部署。这些数字无可辩驳地展示了 Moonbeam 在促进互操作性方面获得多大的影响。当然，如果你对这类事情感兴趣，那么 Moonbeam 绝对是一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项目。那 Asta 是我们列表上的第2个项目，它在范围和用力方面与 Moonbeam 非常接近。这个项目有很多值得喜欢的地方，我认为它有着光明的未来，就像 Moonbeam 一样。Asta 帮助推进 Polkadot 连接用户的愿景。然而 Asta 在编程语言的灵活性方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意味着开发者可以使用像 JavaScript 这样熟悉的语言来开发 Asta 上的应用，并且 Asta 还为开发者提供了赚取奖励的
激励措施 ，Asta 已经受到了一些重要玩家的注意，他已经筹集了超过3000万美元，参与方包括 Polygon、Coinbase 和 Binance。因此 ，Asta 因几个原因而特别，它使用了跨虚拟机。因为它是一个可以与以太坊虚拟机 EVM 和 WebAssembly 智能合约 Wasm 通信的平行链，这意味着开发者不必使用其他平行链来构建他们的项目。Asta 还运行了一个名为 Build to Earn 的程序，该程序奖励那些在 Asta 上构建项目的开发者，这当然增加了 Asta 的吸引力，使 Asta 成为一个非常对开发者友好的目的地。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 ，Asta 开始享受应有的聚光灯，并且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它已经向 Sony 和 Toyota 这样的工业巨头合作，而且 Asta 也是日本首个上市的公共区块链。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它对增长和发展的承诺。去年 Asta 宣布了 Asta 2.0 的计划，这将引入对 Asta 质押、治理和代币经济的变化。Asta 2.0 Supernova 是 Asta 进入以太坊生态系统的盛大入口。Asta 当前专注于互操作性，它最近与 Polygon 合作推出了 Asta ZKM， 一个以太坊第二层扩展解决方案。他们的计划的一部分是建立无需信任的桥梁，当然还有促进互操作性。令人惊讶的是 ，Asta 拥有一个迅速增长的生态系统。目前，它拥有超过30个 dApps， 这是持续增长的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标志。那 Centrifuge 确实是一个有野心的项目，它旨在将真实世界资产 RWA 引入去中心化金融 DeFi 领域，并实现这些资产的代币化。这种代币化真实世界资产的概念，确实是2024年加密货币行业的一大热门话题。通过将这些资产引入区块链 ，Centrifuge 不仅扩展了 DeFi 的应用范围，也为传统金融资产的所有者和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机会。那 Centrifuge 通过使用非同质化代币 NFT 来代表真实世界中的资产，使得这些资产能够在链上进行交易和融资。有关联的 dApps、DinLake 则是一个用于代币化真实世界资产的市场，用户可以在这里将版税、发票，甚至房地产等资产代币化，进行将它们转化为 NFT。Centrifuge 和 MakerDAO 的合作，使得超过2亿美元的资产得以在 DeFi 生态系统中获得融资，这是对 Centrifuge 的技术和愿景的一大认可。此外，与其他协议的合作，允许投资者在 RWA 上赚取收益，进一步扩大 DeFi 的可能性和吸引力。那 CFG 代币位于此趋势中心，随着 RWA 在加密货币和 DeFi 中的地位日益增强 ，CFG 的潜力显而易见。那 Centrifuge 的成功不仅有可能改革传统金融，还能为 DeFi 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资产类别和流动性。对于追求长期成功的投资者来说 ，Centrifuge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既投资一个连接真实世界资产与区块链技术的先行者。考虑到 RWA 领域的巨大潜力和革命性的影响 ，Centrifuge CFG 代币绝对值得你们关注。